那我的档案下载是这个压缩包，打开之后它有这几个结构哈。那 Unreal 需要解压缩。那我们看这个目录结构哈，这个 GLTF 它带出一个 bin 的档案，这是它的设定档整个资料的结构。然后版权这边要尊重著作权哈，这个它出自于哪里？那以后你有用在商业行为或是用在游戏上的话，请注明作者的出处哈，以尊重那个创作者的版权问题。然后这个模型用到的贴图会在这边哦，所以贴图的这个英文名字也记一下哦。好，那我现在直接抓这个进去就可以了。哦，好，那怎么把素材放进 Unreal 当中呢？好，打开我们的专案。好，那这边呢，我需要加上我的素材的资料夹。我们的资源浏览器这边在中文版就写内容。好，那我在这个地方按右键，我就可以新增一个资料夹。我们做东西一定要分门别类。还记不记得之前讲的出去的是内容包，道具要放在哪里 ？prop， 每一个都有命名哦，命名的规则该放在哪里，用什么名字要记起来哦。好，所以道具叫 prop。好，所以这边我们选择你要中文可不可以？可以哦，那尽量以英文为主，中文的话呢也是允许的哈。那我要放在这边，所以先建好资料夹，然后把模型汇入进来的标准方式是选择导入哦。当然从左上角的文件底下也有叫做导入到关卡中。这也可以，那我先从这里导入。好，在哪里？在我下载区的这里的这个，记得哦，它只支援 GLTF， 它旁边那个档案，旁边档案是它的真正模型，是它描述档，它支援这个，但是这个一定要在，这个不在，它带进来只是一个描述档，那个东西就不见。好，所以这都是有相关的哦，你不要丢掉任何一个，一样整个资料夹在这里。好，那我现在选择这个，好，这个 Scene GLTF， 好，开启。好，开启之后呢，这个的输入视窗目前都不动，有需要讲的时候我们再说。直接选择导入，好，它就已经放进来了。所以你看一下，这是材质，这个是模型，这是贴图。那你如果有使用过 Maya 或 Blender 其他 3D 软体丢进 Unreal 的这样的经验，你想一下啊，当你把 Maya 的模型丢进来，是不是只有一个空的材质？那贴图可能你是不是在 Substance Painter 做的？是不是 Substance Painter 要输出贴图？然后再丢进来，那丢进来之后，你还要再做什么事情？就是你必须打开材质编辑器，然后把它每一个贴图该对应的每一个通道，是不是要一一的对应连接起来，对吧？可是我将用什么格式做这件事 ？GLTF。那我需不需要把材质打开，然后把贴图汇进来，然后一张一张把它摆好？我要不要做这件事？不用咯，省下这件事咯。啊，如果你没有这个经验的，没关系，以后你走过一遍，你就发现哦，这个怎么这么方便，都弄好了呢，我只要抓出去就好了呢，这样，好，都摆好了，有没有？这就是这个格式 GLTF 这个格式，它已经把所有的一些连结设定档这些功能都给继承到 Unreal 游戏引擎。Unity 我没试过，那 Unreal 整个都帮你接好了。你可以省下在自己手动连接贴图到各个节点的这一件事。好，你如果有做过，你会觉得哦，怎么那么好用？啊，如果没做过，没关系，以后你再慢慢体会就可以了。哦，而且它可以帮你加了一些可能你之前没试过的节点哦。那你如果有做变动的话，你如果要关掉，因为这边有个星星，星星代表它有变动，哦，所以你把它关掉的话，它问你，你有动到要不要存档？你按4它就会存档。哦，那存档也可以按这里。哦，那这个星星代表你有变动过，哦，所以记得要4存档，它就会关掉。OK， 好，那这就是导入 GLTF 的这个模型贴图方便的地方。来，这边我另外再找一个，那我给各位看一下不同的格式进来的方式哈。那这边下载我使用 FBX 标准，我们就用 FBX。那 FBX 就要手动咯 FBX 的概念就很像是你在 Maya 做好的模型，然后绘出之后，然后你要丢进 Unreal 的一个流程哈。那 FBX 就是我们标准要输出模型到游戏引擎的一个格式哦。那这个是用这个哦。那 GLTF 它会帮你把材质都串接好 ，FBX 必须手动哦。那待会一样是解压缩，然后再看一下它整个目录的结构。啊，这个档案就比较大，因为这是原始档。如果你要到 Maya 继续编辑或者是调模型，那就是要用 FBX。GLTF 可能就有一些限制，好，所以不同的档案格式会对应到不同的软体跟不同的工作流程上，这边要注意一下。
那我下载另外一个 FBX 的压缩档是这里，我现在点2下哈，它的结构就不一样哦，资料夹的结构哈。那我现在把它解压缩到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好，这里它会有一个叫 source 只有模型档，所以它档案会蛮大的。然后另外一个叫 texture， 那这边为了区隔，这个是红色的鼓哈，这边就不动哦。我在 prop 里面再加上一个资料夹，叫做红色的鼓，然后把它丢进这边，避免搞混。那我们来比较一下哈。刚才红色的鼓我用的是 FBX 对 ，FBX 会有模型跟贴图，对，模型在这里，好，点进来了哈。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里基本上都不用改，有需要改我们再讲，你再记一下哈。基本上都直接导入，导入之后我们看一下它有什么东西哈。我现在导入是 FBX， 它是一个模型档，那模型档会不会带贴图？会不会带骨架系统？会不会带其他的东西？好 ，FBX 它会包含所有东西，它会有灯光、骨架、材质。贴图要另外做，所以进来之后呢，他发现有什么冲突，这个我们先不理它哈。我现在只是讲不同格式汇进来的档案变化。好，那我们看一下，你看一下，这样，好，会有这么多，它这一颗是材质，这要认识，其他都是模型。那模型为什么散入各地？因为你可能在建模的时候，你在 Maya 的时候，你这是分开做，这做一个物件，这做一个物件，这做一个物件。如果你在 Maya 制作 3D 模型，你做的是10个零件。那进来就是10个零件，好，那你这10个零件就很麻烦了，你必须这样搬进去，一个一个再重新再组合回来，那就很累了。好，那有一个比较简单方式就是把这10个，譬如它有10个，你就直接这样一起选，一起抓，它这样就是一个，而且帮你组合好了。我们看一下，可以吗？好，这样都组合好了。你要一起抓，丢到场景，一起选，抓到场景，这样就没问题。可是如果你一个一个抓，它位置就跑掉了。你要重新组合那会很累人哦。好，所以这个部分注意一下。然后你再注意一件事，材质有没有贴上去？没有。那这时候怎么办？你还必须做一个动作，必须输入，把贴图再放进来，全选，开启，然后输入全部。材质进来了，输入什么东西？这不理它哈。好，总共有几个？2、4、6，这6个。好，6个怎么样？好，再点开材质编辑器。好，然后把这6个 Ctrl 加空白键。在任何地方 Ctrl 加空白键都可以开启这个这个叫什么？资源浏览器嘛，之前讲过。来，这样拖进来。好，你要这样哦。好，那这就是 PBR 材质，你要知道什么叫 PBR， 然后 Substance 软体有学过，然后再把它串起来。所以你还要懂这些东西，你才知道，这个要连到来，这里吗？这里吗？这里吗？你才不会连错。那连对的话，就会还原出它当初在这个作品网站呈现的质感哦。OK， 好，所以这是游戏美术师需要会的PBR 材质要认识。那今天的这个部分我就当做大家都会，这个部分我们就不深入，有机会我们再来讲这一块所以 Unreal 的材质都是 PBR 材质。那我这边要讲的意思是，如果你会进来是 FBX， 所有的材质贴图都要自己一一指定，模型要自己放好摆好。如果你是用的是 GLTF， 它都帮你做好了，插在这边。那其他的有认识到我们再说。所以在 Sketchfab 下载的东西，如果你是要到 Unreal， 那建议用 GLTF。如果要到 Maya 要继续编辑或是调整，用 FBX。这个 FBX 进 Unreal 之后呢，你必须手动的把材质还原回来哦。好，这个地方再注意一下。所以这个红色的鼓这个部分我就跳过不做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整个资料夹丢掉。那丢掉，如果场景有放东西的话，可能他就会问你有一些关联的关系有时候不能随便删，所以现在都会有一些关联。你做了什么东西，如果以后做了游戏有一些互动，或是写的程式乱删的话，可能会影响到。那目前我只是抓进去而已这个比较没关系，所以我就强制删除。好，所以这个是汇入素材，不同的档案格式资源的东西会有所不同，这个要注意一下。